凡士林又好用又难用，有时想用又不敢用，能讲讲怎么用吗？家里的凡士林是万用好物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，不管是老年人还是1岁以内的婴儿，都可以把凡士林当作局部保湿剂或者隔离剂来使用。本期内容会把皮肤科常常被问到的关于凡士林的问题盘点一遍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可否点亮屏幕下面的小铃铛呢？我家里的凡士林是这种，它可以用在哪些地方？估计屏幕前很多朋友家里都是这款的凡士林。作为一个强效的保湿产品，凡士林可以涂抹到面部、颈部、躯干、四肢，包括口周、眼周和外阴区域。凡士林有什么涂抹技巧呢？如果你感觉直接把凡士林的膏体涂抹到皮肤上很难抹开，尤其是在给小宝宝涂的时候，那么你可以这样做。在洗干净双手之后，挖取少量的凡士林涂抹在手心里，慢慢搓热至融化，再慢慢涂抹到需要保湿的区域，然后充分按摩揉涂3到5分钟，确保凡士林均匀覆盖吸收到皮肤表面，就能减少油腻感。另外，如果是给眼周或者口周涂抹，可以选择在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稍微厚涂凡士林，睡醒了擦掉多余的凡士林就可以了。学会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点个赞吗？长湿疹涂凡士林有用吗？凡士林是一种保湿封闭剂，本身不作为湿疹的治疗用药，但是对于大家常常说的干性湿疹，还有特异性皮炎，很多时候因为存在皮肤干燥或者先天性皮肤屏障功能不完善，才导致湿疹反复发作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们加强保湿护理是有助于减少反复发作的。像图片中的这种情况，就是大家常说的干性湿疹吗？是的，照片里面就是比较常见的干性湿疹的变化。可以看到皮肤干燥的基础上，有成片发红粗糙的小疙瘩及小斑块改变。涂抹保湿霜后，皮肤湿润度改善，部分脱皮干燥情况也能缓解，红色的皮疹也能部分消退。但需要注意，对于充分保湿护理还无法改善的湿疹，那还是得靠正规的用药治疗。长口水疹涂凡士林有用吗？口水疹的发作主要是口周受到一些食物或者口水、热刺激或者摩擦刺激影响，导致口周出现泛红脱皮的小疹子改变。涂抹凡士林可以帮助隔离掉部分口水和食物接触刺激。另外，大人会用手帕或者棉柔巾擦拭孩子的口周，如果口周的皮肤表面有凡士林的保护，那也可以减少这部分擦拭动作对皮肤的直接刺激。所以有口水疹的宝宝，通过坚持涂抹凡士林来保护口周皮肤，可以使口水疹得到一定的改善。但凡士林毕竟不是药，比较严重的口水疹还是需要正规医生指导外用药治疗的。小宝宝的尿布皮炎也能涂凡士林吗？同样的道理，涂抹凡士林有助于帮助隔离私处的大便和小便的接触刺激。如果有轻度的尿便刺激导致的泛红，涂抹凡士林是有助于症状缓解的，但是外阴部分涂凡士林是不建议太厚太频繁的。如果是穿尿不湿的小朋友，最好用氧化性软膏与凡士林交替护理。如果外阴涂抹凡士林超过3天以上，症状都没有缓解，需要求助于专业的医生，是否需要介入用药治疗或者调整护理？外伤后涂凡士林有助于愈合吗？凡士林就是矿脂，涂抹在皮肤表面能起到滋润和创造湿性皮肤环境的作用，有利于浅表擦伤的愈合。但是浅表的皮肤擦伤容易伴发创面污染的情况，所以一定要彻底清洁皮肤创面之后，确保外伤创面没有感染，再涂抹凡士林保护。一旦创面明确有感染迹象，需要调整为外用抗生素的药膏治疗。唇炎犯了，用凡士林能好吗？唇炎有很多种，对于干燥导致的唇炎是可以通过涂抹凡士林来改善的。一来，涂抹凡士林能缓解口周黏膜的干燥程度；二来，有了凡士林的覆盖，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人无意识的舔食和撕脱口唇表皮的行为，从而整体缓解干燥性唇炎的情况。唇炎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涂凡士林呢？通常我会建议在睡前用干净的棉签蘸取少许的凡士林，直接均匀地涂抹到唇部。睡前涂抹凡士林过夜，白天把凡士林作为普通的唇膏使用，同时多喝水。秋冬季节的唇部干燥脱皮就能明显改善啦。当然，如果坚持使用2周以上的凡士林，口唇的唇炎还在反复加重，一定要寻求皮肤科医生帮助，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问题哦。脚脱皮可以用凡士林吗？脚脱皮有多种情况。如果是真菌感染导致的脱皮，需要外用抗真菌的药物治疗，这种涂凡士林就没有效果。
但是如果不存在真菌感染，只是单纯秋冬季皮肤干燥导致的脱皮，那么使用凡士林作为保护滋润剂，可以有效改善足底脱皮的情况，使足底的皮肤恢复健康完整的状态。成人的皮肤屏障受损可以用吗？成人的皮肤屏障受损主要有2个方面的问题，第一是先天性的皮肤干燥，第二是外用产品接触刺激。凡士林作为一个长效保湿封闭剂，可以长时间减少皮肤水分的无汗挥发，总体改善皮肤的含水量，从而帮助皮肤屏障自行慢慢修复。另外，凡士林的成分相对单一，在遇到接触过敏刺激的情况下面，单纯涂抹凡士林作为保湿剂，不会加重皮肤的过敏刺激反应，也有助于屏障进一步的修复。还需要注意一点，对于皮肤容易出油、出汗、闷痘的人来说，凡士林不太适合作为常规全身保湿产品，建议仅在局部区域少量使用。本期的科普结束啦，欢迎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，让有用的科普传播给更多的人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订阅哦！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。